一名正在享用美食的士兵突然发现不远处有日本兵在殴打当地百姓，然后他满脸不屑地走上前去。Hey! What's going on here? What's going on? They want to steal my stuff. Shut up! Calm down. DeFreeze, get over here. 就在这时，身后的队友却要求他别乱管闲事。士兵此时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困境。突然，从不远处驶来一辆汽车，上面走来一名气势爆棚的军官。士兵向他解释了这里的情况，他二话不说上去就请鬼子吃大嘴巴子，然后又将枪口对准鬼子军官的脑袋。Weapons down. Put the stuff back inside and get lost. 誰だと思ってんだよ。Your call. 面对如此强硬的气势，鬼子军官被吓得嘴唇都在颤抖，然后命令手下放下了武器，并将抢的东西都放了回去。此时，身为新兵的小帅被眼前这名军官的魅力深深吸引，但他并不知道这名军官其实是一名杀人不眨眼的魔鬼。本片背景从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开始，印尼同年爆发了他们的8月革命，并于8月17日宣布独立，成立了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但殖民印尼300年的荷兰，在日本兵撤退之后，欲再次夺回印尼殖民地，双方展开3年多的印荷战争。年轻的荷兰士兵小帅刚刚走向战场，就被部署到荷兰的印度尼西亚殖民地，他们主要负责镇压当地2战后的独立运动。来到这里的第一件事就是上一节军事理论课，说白了就是给他们这群新兵洗脑而已。Sukarno, yeah. That coward. The terrorist. Who struck once the Indies were freed from the awful years under the Japanese. The bastard who sent his thugs into the country to kill. 上完这节课的新兵们都普遍认为自己是为了保护平民百姓，为了伸张正义而来，但实际上却恰恰与他们想的相反。平日里，小帅会与战友们一起巡逻，他们会在路上聊些家乡的趣事，还会询问在田里农耕的村民是否发现过可疑人员。No, sir. I haven't seen anyone. This guy doesn't even know what century it is. 随后，他们继续向前巡逻，来到了附近的一个村庄之中。这里的大人孩子都会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他们，只有村里的村长会笑脸相迎。一名男孩拿着椰子忐忑地走到小帅跟前，小帅还会用自己的饼干给他交换。后来的日子里，他们要么是在巡逻，要么就是在营地内搭建房屋，一点都不像是来与恐怖分子作战的。很快便过去了几个月的时间，新兵们也逐渐地开始放飞自我，除了白天按部就班的巡逻之外，晚上就会去夜场逍遥快活。直到小帅遇到了军官老王之后，平静的生活便渐渐开始暴露出战争的本性。这天，他们像往常一样巡逻，就当跨越一条小河之时，突如其来的枪声令他们愣在了原地。从来没有过实战经验的新兵开始向枪声的方向胡乱射击。当来到附近的驻点之后，中枪的战友也已经没了呼吸。这是他们这群新兵第一次直面死亡。不过不久后，那名开枪的人就被抓到，这是一名身材瘦小的原住居民。军官老王驾车来此负责审理此案。此时的印尼人已经被打得遍体鳞伤，老王准备用电刑继续逼他招供。因为上次日本人的经历，老王让小帅来给自己打下手。他一边审问一边让小帅加大电流，没想到这名印尼人还是个硬骨头，哪怕电流已经加到最大，他还是不吭一声。直到最后才发现，原来这家伙是个哑巴。这天正在站岗的小帅突然发现门前来了一名附近村庄内的居民，原来他是来寻求荷兰军提供帮忙的，因为有一些反叛军入侵了他们的村庄。可是军官对老人的请求却视而不见。I want this man gone in less than 5 minutes, or I'll kick you out as well. 无奈的小帅最后带着老人来到了老王的家里。老王简单了解了一些老人村里的情况，有7、8个恐怖分子对他们的村庄烧杀抢掠，并且还抢走了他的2名女儿。此时老王的心里便已经有了应对之策。 Then be here exactly at midnight. No weapons. Come to the back door and make sure nobody sees you. All right? Okay. 很快，小帅便趁着夜色从后门偷偷溜了出来。来到老王家里之后，便见到一名正在穿戴装备的士兵。老王还给他准备了一套更加顺手的武器。3个人趁着夜色悄悄地来到了恐怖分子的据点。他们门前有2名负责放哨的人。小帅在后面忐忑不安地等着，眼睁睁看着老王单枪匹马就将第一个解决，然后又轻松将第2个送去领了盒饭。小帅被这一套流畅的操作震惊到瞠目结舌。接着，老王又向屋内丢出一颗手雷。等小帅2人走进屋内时，却发现老王已经将这里的叛军清扫殆尽。可就在这时， What do you want? We want to help you. 这件事之后，小帅便陷入了深深的自责。老王找到并开导他。Your first kill is important. It defines who you are. There are only 2 kinds of people. Hunters and prey. If the enemy's on your doorstep, do you hide? Or do you go outside with a kitchen knife? War forces people to choose. That's a good thing. 随后，他还将小帅杀人用的武器送给了他。此时的老王认为小帅是一名可塑之才，接着他便接到了老王给他下达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把当初那名哑巴放走。可是，在途中，小帅便想到老王曾给他讲过的，要么成为猎人屠杀猎物，要么成为猎物被猎人屠杀。于是他果断来到一处空地停车。No, leave it. Looks better that way. I'm going to count to 5, and I want you to be gone. Do you understand? 1, 2. Come on, run! Run!
3. 一同入伍的新兵看着小帅的做法有点吃惊，随后他又走上前去给死去的哑巴补了一枪。这件事之后，老王对小帅也是刮目相看，并且还将其调过来给自己做贴身司机。老王每天都带着小帅去森林中，并在此教他一些独特的生存本领，偶尔还会带他去高档餐厅享用美食。两人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近。不久后，老王接到上级命令，要训练一批特殊的精英小队，专门执行一些秘密任务。老王来到军营中挑人，小帅也自然成为其中的一员。接下来几个月的时间，老王教给他们很多格斗技巧以及丛林生存技能。原本懒散的士兵经过老王严苛的训练，很快便成为一批训练有素的精英小队。不久后，老王便收到了一份来自上级的机密文件，上面精确地记录了反叛军的姓名以及位置。隔天，他们便来到了第一个任务地点，将他们集合到一处空地，才发现这些所谓的叛军只不过是一些老弱妇孺。就在这时，老王驾车赶到，他掏出死亡名单，开始挨个点。点到名的就是一颗花生米的奖励。很快，他就在这个村庄屠杀了15人之多。小帅在掩埋尸体时不由得心生疑惑。到了晚上，他单独去找到老王，并质疑他白天的做法，结果却遭到了老王的一顿臭骂。接下来几天，他们每天都会进入新的村庄，然后屠杀掉名单上的村民。小帅在这期间逐渐变得麻木，在责任和良心之间左右为难。老王毫无波澜地杀害着名单上的村民，每天只有点名声和枪声最为刺耳。而这天却突然传来了一个不同的声音 Gacho New Mong. Quick. It's not me. Stand still. It's not me. He set me up. He just set me up. Tell me what happened. With all due respect, sir, can't we get to the bottom of this? I don't trust this at all. You have 3 seconds to step aside or I will shoot right through you. 关键时刻，战友上来将小帅打晕，救了他一命，但他却被老王认定为叛徒绑了起来。原本老王还想再给他一次机会，结果小帅却这样说 Whatever is happening here is not what I signed up for. 小帅公然违抗命令，令老王十分不爽，但又实在不忍心就这么杀了他，于是便给了他15分钟的时间，如果在规定时间内能跑到海边，就会给他一次机会乘船回家，并且他还派出了3名士兵去路上围堵小帅。原本小帅还准备绕路脱逃，但想到老王曾教他的生存技能，要么成为猎人，要么成为猎物，于是他便打算主动出击。天色渐渐暗了下来，一名去丛林方便的士兵被他抓到机会，冲上去直接用匕首将其抹了脖子。第二个是还在河边留守的士兵，走上去直接用枪托将其打晕到了水中。最后一名则是曾与小帅一同参军的战友，最后还是没忍心扣动扳机，只是将其打晕了过去。就当小帅即将走到有船只的海边时，没想到老王已经在此等候多时，两人用手枪互相瞄准对方。You must stay focused. I could have had you just then. What are you gonna do, Johan? Shoot your friend and mentor on a beach? Or are you gonna make a run for it? You know I'm a good shot. Maybe I won't do either. 随后小帅收起了武器，他将这个选择题交给了老王，然后直接转身向着船只走去，但没想到老王却果真扣动了扳机。Now, soldier, stop whining. It's only a flesh wound. Keep pressure on it and you'll make it. 最终，小帅以伤员的身份回到了家乡，但战场上的那些经历已经成为他挥之不去的阴霾。长期生活在战争时期的阴影之下，渐渐的使他精神方面也出现了问题。3年之后，老王以英雄凯旋的称号回归荷兰。他曾在印尼做过的那些事情没人提及，而且他还理所应当的成为一名话剧演员。这天，他回到后台准备洗去妆容时，却突然发现小帅竟在此等候多时，并且手中拿着自己曾经送给他的那把手枪。两人简单的叙旧之后 Stop whining. It's only a flesh wound.